朋友們，非常建議您看完今天的視頻，尤其是最後阿根廷球員麥卡里斯特的公開信。我向您保證，看完之後你會明白足球對阿根廷意味着什麼，同樣的對西班牙意味着什麼。足球對每一個踢過球的人或者球迷是怎樣的存在，我相信你會有答案。所以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點讚、評論和分享。好，我們繼續。萬眾矚目世界杯決賽，今天咱們站在阿根廷的角度，對4年一度的決賽進行全面的前瞻。咱們先看一下最新2個隊的動態，再從賠率和博彩市场过去24小时的資金變化進行詳細分析。然後今天我們會聚焦阿根廷中場核心麥卡里斯特，尤其是他那封感人肺腑的公開信。首先，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的馬屁功夫登峰造極，再上9重天。他參加了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舉行的招待會，然後毫無保留地獻上了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因凡蒂諾說，沒有川普就沒有這屆世界杯的成功，美國夢在此刻實現了。這一切的成功絕非偶然，我說這些是因為這就是事實。總統先生，川普總統先生，您不需要別人刻意的奉承，但如果沒有您，這屆世界杯絕不可能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功。於是在因凡蒂諾人不要臉天下無敵的吹捧中，招待會的氣氛達到了新的高潮，國際足聯舔出了新的高度。在這樣的氣氛烘托下，今天英格蘭主教練圖赫爾也說，如果我們能夠在季軍賽贏球，我們將取得英格蘭60年來世界杯最佳成績。此情此景下，川普的心情也徹底嗨了，他也忍不住發言講道，因凡蒂諾告訴我他還有另一個想法，他說下一屆世界杯可以由中國和美國共同舉辦，這樣球員們每場比賽之間就只需要坐一趟很短的飛機，球員們一定會很喜歡的。好，那麼西班牙和阿根廷賽前，西班牙的後衛拉波爾特在接受採訪中談到了阿根廷和裁判問題。他說，最近幾場比賽我們看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些動作被放過了，尤其是對阿根廷，他們是一支經常留下小動作的球队。於是這番話立刻引起了阿根廷名宿阿圭羅的不滿。阿圭羅曾在曼城和拉波爾特共事了3個賽季，他立刻回擊道，有什麼好奇怪的，別裝狠，因為一見面你就會慫了。另一方面，西班牙隊已經在世界杯淘汰賽的120分鐘內連續保持不敗，這樣的記錄已經持續了19年。當然也有些時候他們就沒有打進過淘汰賽。可目前在比賽的舉辦地紐約離老 K 的多倫多很近。最近由于安大略省乃至整個北美的山火，紐約的空氣污染相當於抽10根煙的含量。好在周六已經降雨，有望驅散煙霧。賽前，西班牙的馬卡報進行了一項超過2萬名用戶的民意調查。根據用戶的大洲分布呢，說是北美洲72%的人支持西班牙，南美洲59%的人支持西班牙，亞洲82%的人支持西班牙，非洲88%的人支持西班牙，歐洲53%支持西班牙，大洋洲86%支持西班牙。可老 K 就想問一句，你馬卡報的民意調查，若不是西班牙人，誰會點開去參與呢？另外，過去皇馬的名宿德國人托尼克羅斯，托尼老師說，如果決賽西班牙先進球，他們就會擊敗阿根廷。而西班牙的阿斯報則發來報道，說阿根廷主教練斯卡洛尼借鑑了西班牙的模式，才帶領阿根廷足協走向了成功。同時還有西班牙的多家媒體報道，說是拉美洲其他國家都認為裁判偏袒了阿根廷，所以決賽更加支持西班牙。還有許多西班牙媒體的記者公開喊話，稱從足球層面看，西班牙高出阿根廷2個檔次。甚至西班牙前國門卡西利亞斯也在社交媒體公開發言，寫道，阿根廷你們拿不到第4顆星。在這樣的口水戰氛圍下，阿根廷的媒體在頭條瘋狂地轉發梅西的賽前強硬的聲明。梅西公開怒斥所謂的裁判保送論是惡意抹黑，直言阿根廷連續3屆大賽殺入決賽是靠實力一步步拼出來的，絕非靠外部的力量。阿根廷媒體的評論員們也說，歐洲球隊在面對阿根廷的鐵血身體對抗時，只會嘴皮子上抱怨，想試圖在決賽前利用輿論給斯洛文尼亞籍的主裁判施加壓力，並且阿根廷媒體嘲笑西班牙主教練和球員在賽前反覆強調的所謂要警惕阿根廷的小動作和身體對抗，嘲笑西班牙人還沒有開打就已經在為可能的失敗找借口了，心理上已經露怯。還有阿根廷媒體寫道，你們懂不懂衛冕冠軍的含金量？阿根廷才是現任的世界杯和美洲杯双料卫冕冠軍。那麼气氛已經白熱化，世界杯決賽的門票飆升到了12751美元，成為了最貴的比賽。
這主要世界杯決賽的場地在新澤西州的大都會人壽體育場，是 NFL 最大的體育場，比賽時可以容納80663人，比2024年超級碗的體育場只能容納61000多人要大得多。還有 NBA 的麥迪遜廣場花園球場只能容納19800多人。所以儘管目前世界杯決賽單張票的票價仍然低於24年的超級碗，也低於 NBA 總決賽第6場的票價。不過由於紐約尼克斯在5場內就結束了系列賽，第6場並沒有舉行。再考慮到超級碗和 NBA 比賽的人數沒有那麼多，所以單場比賽的總收入仍然是這一場世界杯決賽更高更貴。那麼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現在數據方面，老 K 仍然看好西班牙獲勝，最可能的比分1-1或1-0。強調一下，老 K 個人的主觀傾向沒有意義。老 K 的每一次賽前大預測只是根據資金流向和大數據進行歸納和總結，方便有需求的朋友。那麼過去24小時，在金融化的預測市場，在博彩和賠率市場，大量散戶資金湧向了阿根廷奪冠這一邊，押注梅西能夠率領球隊創造奇蹟，完成衛冕。而專業機構的資金在過去24小時表現出極強的距離性，堅定站在西班牙這一邊。在 Polymarket 高達幾十億美元的盤口當中，專業資金主導了對西班牙奪冠的押注，將它的勝率定價穩定在 58% 到 59% 之間。而且機構的資金不僅在勝者盤口中買入西班牙，還在 Kalshi 等等主流的合規平台上大量布局了西班牙讓球方-1.5等等深度的盤口，來對冲散戶的狂熱情緒。那麼老 K 的投注組合建議，第一種，押注西班牙奪冠，再加上全場總進球數少於 2.5 球。第二種組合，90分鐘內選平局，再在两隊均有进球這個選項選是。第三種組合，多重串關，選擇西班牙讓球盤正 0.5， 再選兩個隊在下半場的進球更多。第四種組合，對冲策略，可以選西班牙獨贏，再去買梅西可以在任意時間進球。這樣哪怕阿根廷最終靠梅西的爆冷創造奇蹟，而梅西進球的高賠率也能夠完全覆蓋你在西班牙身上的主力本金。那麼過去24小時公開的模型和媒體的預測，西班牙隊最終奪冠的概率大概是 55% 到 59%， 阿根廷最終奪冠的概率 41% 到 45%。 所以西班牙隊是輕微的優勢方，但也不是壓倒性的熱門。那麼戰術方面，第一，西班牙的控球不是簡單的倒腳，他們最近戰術的結構通常是2名邊鋒保持寬度，奧亞薩瓦爾作為可以回撤的中鋒，而奧爾莫進入前腰的区域，羅德里和法比安·魯伊斯控制第二點，邊後衛不會同時激進的壓上，而西班牙隊丟失球權後會立刻收縮中路，嘗試在對手完成第一腳向前的傳球前奪回球權。特別是對法國隊，西班牙沒有讓2個中後衛同時前插，而是優先保持中場的密度，這樣的謹慎預計會延續，因為梅西和阿根廷的前鋒非常擅長利用邊後衛身後的第一片空間。第二點，亞馬爾對上了塔里亞菲科，亞馬爾在右邊路接球以後，塔里亞菲科大概率不會長期單獨一個人防守，這時候麥卡里斯特或者恩佐需要橫向的協防，利桑德羅馬丁內斯也可能向外出來保護。但如果阿根廷對他投入3個人的包夾，西班牙真正会攻擊的會是亞馬爾內側的右側的肋部，這時候奧爾莫、奧亞薩瓦爾和波羅都可以在這裡形成第3人跑位的配合。第三點，梅西的活動區域對上了西班牙高位的防線，梅西很可能從右側的鋒線回撤到中路和右側的內部區域接球，庫庫雷利亞不能輕易的跟到中場，否則阿爾瓦雷斯就可以斜插庫庫雷利亞的身後。羅德里如果一個人向梅西施加壓力，又可能讓恩佐或者麥卡里斯特獲得正面推進的空間。所以西班牙最理想的處理不是安排一個人全程去盯防梅西，而是通过羅德里、法比安、庫庫雷利亞和拉波爾特進行交接，迫使梅西不斷的背身接球。第四點，羅德里一個人對上了阿根廷的4大中場。如果阿根廷採用帕雷德斯、德保羅、恩佐、麥卡里斯特這個4中場，那麼主要目的就不是保持傳統的邊路寬度，而是圍繞羅德里做文章，制造在他周圍人數的優勢。這時候西班牙的應對很可能是讓奧亞薩瓦爾頻繁的回撤，暫時形成中場5個人的結構，再由亞馬爾和巴埃納直接攻擊阿根廷的兩側。所以控球权以及丟球权後的第一輪反搶會是決賽的核心。而今天老 K 聚焦阿根廷中場核心麥卡里斯特，他的父親卡洛斯·麥卡里斯特本身過去就是一個充滿了侵略性的左邊後衛，曾經效力於阿根廷青年隊、波卡青年隊，還入選過阿根廷國家隊。
還有麥卡里斯特的叔叔帕特里西奧·麥卡里斯特，同樣也是阿根廷青年隊的前鋒，所以這是一個足球世家，甚至他的父親過去還做過馬拉多納的隊友。從小，麥卡里斯特三兄弟只有幾歲大的時候，已經退役的父親卡洛斯就會帶上他們。這時候，卡洛斯兼職為西甲的俱樂部奧薩蘇納擔任在南美區的球探。為了培養孩子們，父親每次去看阿根廷的聯賽，都會把三兄弟帶上，還給每個人都會發一份硬核的作業。父親負責盯防全局，3個小男孩每個人必須死死盯住賽場上某一個父親指定的特定球員。比賽結束後，小麥卡里斯特就要和哥哥們一起，自己歪歪扭扭地幫父親整理，並且撰寫發往歐洲的球探報告。正是這種童年就有的熏陶，直接練就了麥卡里斯特如今在球場上頂級的閱讀比賽的能力。而由於父親本身就是博卡青年的傳奇名宿，小麥卡里斯特很小就被帶到了著名的糖果河球场。他那個時候在看台上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小瘋子了。每次看到場上有球員傳丟球或者表現糟糕，年輕的他就會像個激進的死忠極端球迷一樣，趴在欄杆上用各種學來的髒話瘋狂的咒罵發揮不好的球員，這經常讓旁邊的成年人看得目瞪口呆。咱們的阿里克西斯·麥卡里斯特之所以叫這個名字這是個純正的蘇格蘭、愛爾蘭的姓氏，所以他記錄了整個家族跨越了150多年的移民史。在19世紀以前，他的祖先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先從蘇格蘭遷徙到了愛爾蘭的唐帕特里克地區，因此這個家族又有蘇格蘭，也同時有愛爾蘭的雙重血統。1865年，他們的直系祖先阿道夫·麥卡里斯特離開愛爾蘭，乘坐輪船遠渡重洋來到阿根廷。這是因為當時阿根廷政府正在大力的吸引歐洲移民來開發土地，大批愛爾蘭的移民都是因為家鄉的饑荒和貧困，選擇來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定居。幾代人過後，這個家族在當地已經建立起非常龐大的根基。但經過150多年的通婚和融合，這個家族早就成為了地地道道的阿根廷人，只是保留了傳統的歐洲姓氏。小麥卡里斯特本人在接受採訪時曾經明確地說，我們家族甚至已經沒有人會說英語了。如果非要尋根的話，我們覺得我們更傾向於愛爾蘭後裔，但我們確實是不折不扣的阿根廷人。小時候，麥卡里斯特是3兄弟裡最小的，自然經常成了哥哥們欺負和折磨的對象。在後院踢球的時候，哥哥們根本不讓他當前鋒，強迫他當守門員。而搞笑的是，哥哥們經常会用家裡喝剩的空牛奶紙盒当球门柱。每天下午，小麥卡里斯特就站在2個牛奶盒中間，面對2個哥哥使出了渾身解數的近距離爆射，經常當時被砸得鼻青臉腫。但也正是這種地獄級別的防守訓練，練就了他非常扎實的基本功和抗擊打能力。而由於父親卡洛斯是前博卡青年的球星，出門總會被球迷認出來，所以他很少帶孩子們去公共球場訓練。為了躲避人群，父親想出了一個奇招，帶着3兄弟去當地一個巨大的超級市場。父親在前面推着購物車假裝買菜，3兄弟就在超市裡的瓷磚走廊裡用一個塑料小球互相進行隱蔽的快速傳接球的配合。要知道瓷磚地板又寬闊又光滑，他們必須確保球不能撞到貨架，也不能絆倒路人，而且還不能被超市的保安發現。麥卡里斯後來回憶，自己在狹小空間的敏捷的轉身和控球的技巧，許多都是在超市貨架之間練出來的。而在他進入阿根廷青年人的俱樂部青訓營之前，小時候麥卡里斯特被母親送去學了很久的柔道，他也天賦異稟，還拿到了聖羅莎當地少兒組的柔道比賽冠軍。不過他的心智倒是早就成熟了，而且極其堅定，拿了金牌直接回家跟媽媽談判，說，媽媽，我已經證明我可以拿冠軍了，現在你可以讓我退出柔道班，全心全意去踢球了嗎？母親哭笑不得，只能由着他去了。但是柔道訓練帶給他強大的下肢力量和身體对抗中的平衡感，這讓他後來在英超這樣高強度的對抗中受用無窮。而在小麥卡里斯特10多歲在阿根廷青年人俱樂部青訓營踢球的時候，有一次他自己看錯了時間，醒來已經發現距離一場非常關鍵的比賽只剩不到半小時了，於是立刻告訴了父親卡洛斯。父親二話不說將他塞進車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街上開啟了瘋狂的拉力賽飆車模式，一路上闖了好幾個紅燈，甚至為了抄近路還把車開上了人行道。最後是踩着開場哨的前1分鐘衝進了球場，麥卡里斯特連熱身都沒來得及，直接套上球衣就被推上了場。這時候父親一邊喘着氣一邊對他大喊，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你要是今天踢不好，你就自己走回家。青訓的時候，麥卡里斯特是一個標準的阿根廷古典10號中場，他的技術好，非常具有靈氣，但同時又極度討厭防守。當他17歲被提拔到一線隊的時候，主教練是前曼聯球星阿根廷的鐵血後衛加布里埃爾·海因策。海因策崇尚瘋狂的身體對抗和全場的奔跑，而在一次內部对抗賽中，麥卡里斯特丟球以後懶洋洋的散步，沒有回防。脾氣火爆的海因策當場叫停了比賽，衝進球場，把麥卡里斯特整個人拎起來，當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罵：你以為你有個麥卡里斯特這個大名字就可以在球場上當大爺了？如果你不學會像狗一樣去搶球，明天你就給我滾回青年隊去。正是這一次痛罵徹底打醒了麥卡里斯特，他開始改變自己的球風，不僅磨練進攻，更練就了如今在利物浦和阿根廷國家隊頂級的前場攔截和防守的跑動能力。隨後很快崭露頭角，他極高的天賦很快吸引了阿根廷2個傳統超級豪門河床隊和博卡青年的球探，2家豪門都開出了誘人的條件，想將他挖走。而這時候麥卡里斯特做出了讓所有球探目瞪口呆的決定，他拒絕了豪門的邀請，理由很純粹。他說：我的哥哥們都在阿根廷青年人队，而且我想和哥哥們代表同一個一線隊出场。2017年11月26日，在阿根廷青年人对陣聖洛倫索的比賽中，大哥和二哥首發出場。下半場18歲的小麥卡里斯特作為替補被換上。綠茵場上同時出現了3個親兄弟代表同一支球隊並肩作戰，罕見的奇觀。老父親卡洛斯在看台上看得老淚縱橫啊。後來麥卡里斯特說，那種感覺就像回到了小時候自家的後院，只是這次旁邊多了幾萬名觀眾。但隨後兄弟3人也分別轉回到了不同的球隊，其中最火爆也是最搞笑的一次發生在麥卡里斯特租借到頂級豪門博卡青年期間。當時哥哥們還依然留在阿根廷青年人。比賽前一天，兄弟3人的大伯帕特里西奧本身也是前職業球員。大伯在家族群裡給3個侄兒發了信息，非常損地對2個哥哥說：明天的比賽你們2個的任務就是輪流去廢了阿里克西斯，只要他拿球你們就往死裡鏟他，絕對不能讓他輕鬆的傳球。於是比賽中二哥凱文將大伯的指令執行得不折不扣，在一次防守中直接一個凶狠的倒地滑鏟，將親弟弟小麥卡里斯特連人帶球撂翻在草坪上。小麥卡里斯特是疼得呲牙咧嘴，一邊揉腿一邊衝着哥哥怒吼。結果主裁判跑過來，不僅沒有掏牌，反而拍了拍他們2個，笑着對二哥凱文說：嘿，動作輕點，這好歹是你親弟弟，回家你媽看到要揍你的。不過儘管2個哥哥在場上拼盡全力對弟弟進行了血脈壓制，但麥卡里斯特仍然憑借更高的天賦，在那場兄弟相殘的比賽中，用自己中場的精準調度帶領博卡青年最終贏得了勝利。賽後3兄弟在球員通道裡光着膀子交換了球衣，二哥凱文還揉着弟弟的紅頭髮開玩笑說：今天算你幸運，下次我可不手腳了。現在大哥弗朗西斯仍然在阿根廷國內效力，二哥凱文在比利時的聖吉羅斯隊，而小麥卡里斯特已經在利物浦成為世界級球星。2019年，只有20歲的麥卡里斯特第一次入選了阿根廷成年國家隊。當時球隊在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集合，準備熱身賽。由於他非常內向，第一次進國家隊極度緊張，更不用說見到了終極偶像梅西了。而咱們的麥卡里斯特因為擁有純正的蘇格蘭和愛爾蘭血統，所以天生一頭紅髮。在阿根廷，人們習慣性將紅頭髮的人稱作 Colo， 意思是紅毛。在南美的足球文化中隊友之間經常起一些有外貌特徵的外號，這很常見。有些外號甚至很粗魯。所以麥卡里斯特剛進隊的那幾天，老隊員們在訓練和更衣室裡大聲地喊他 Colo Colo， 甚至開了一些關於紅頭髮的刻板印象的玩笑。雖然麥卡里斯特表面上在笑，但心裡其實極其討厭這個外號，因為這讓他覺得自己看起來像個異類，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一切細節都被隊長梅西看在了眼裡。梅西知道這個新來的年輕人性格內向，不好意思當面反駁老隊員。於是在一次全隊吃午餐的時候，梅西當着所有國家隊球員的面，用非常嚴肅而且不可置疑的語氣大聲宣布，他不喜歡別人叫他 Colo，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們誰也不准再這麼叫他了，就叫他的名字亞里克西斯。作為阿根廷足球的國王，梅西的話在更衣室就是聖旨。從這句話以後，國家隊再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他面前提起 Colo 這個詞了。
大家都開始規規矩矩地叫他亞歷克西斯。所以這件事讓麥卡里斯特深受感動，徹底幫他卸下了心裡的防備。正是這種被隊長保護的歸屬感，直接轉變成在國家隊在球場上無限的動力。4年前卡塔爾世界杯，麥卡里斯特已經成為阿根廷中場絕對核心，憑借着瘋狗般的積極的奔跑，還有頂級的出球能力，在場上瘋狂地幫梅西補位、保駕護航。在對陣波蘭的生死戰，他還打進了關鍵進球。在決賽對陣法國隊，正是他送出了精妙的助攻，幫助迪瑪利亞破門。那時候，老父親卡洛斯感嘆道：“梅西當年在更衣室的一句話，換來了我兒子在世界杯賽場上願意為他跑斷腿的忠誠。”對了，咱們的老父親卡洛斯，他年輕的時候在阿根廷足壇是赫赫有名啊，鐵血左後衛。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期，效力於博卡青年，還和球王馬拉多納成為了親密無間的隊友。1993年，阿根廷國家隊在世界杯預選賽遭遇滑鐵盧，甚至0-5慘敗給哥倫比亞。在有可能無緣1994年美國世界杯的絕境的情況下，在舉國絕望的時候，國家隊緊急召回了處於停賽期滿的馬拉多納，同時也徵召了在博卡青年表現異常優秀的卡洛斯·麥卡里斯特。於是，在對陣澳大利亞的世界杯生死附加賽中，卡洛斯和馬拉多納雙雙首發，並肩作戰。卡洛斯在後場傾盡了全力，幫助阿根廷隊2回合總比分2-1，驚險地淘汰了澳大利亞，搭上了去往美國世界杯的末班車。可隨後他卻最終遺憾地落選了世界杯正賽大名單。但這一次和馬拉多納一起在國家隊救火的經歷，也成為他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刻。1995年，馬拉多納正式重返博卡青年，為了慶祝回歸，他在自己的黑色頭髮上特意染了一縷代表博卡青年俱樂部的黃色，還有一抹藍色。作為親密的隊友，卡洛斯在更衣室裡第一眼看到這個髮型，直接驚呆了。他後來說，全隊只有馬拉多納敢留這種瘋狂的髮型。而每當馬拉多納頂着這頭藍黃相間的頭髮走上球場的時候，整個糖果河球場都會陷入瘋狂。卡洛斯當時在更衣室跟馬拉多納開玩笑說，迭哥，你這個髮型比我的紅頭髮還要顯眼100倍。所以4年前，當他的兒子麥卡里斯特身披阿根廷戰袍和梅西一起捧起了大力神杯的時候，老父親卡洛斯非常激動地說，當年我拼盡全力，也只是幫助迭戈馬拉多納將阿根廷隊送進了世界杯決賽圈，而20多年後，我的兒子不僅和梅西並肩作戰，還真正拿到了世界杯冠軍。我們家族的2代人都在阿根廷最偉大的10號身邊戰鬥過，這太不可思議了。哈哈，好，咱們再看看麥卡里斯特的母親希爾維娜。跟着兒子剛剛搬到英國的時候，母親對英國的下午茶文化感到非常的不習慣，因為英国人愛喝紅茶加奶嘛。希爾維娜作為純正的阿根廷人，血液裡流的都是馬黛茶，所以每次逛街或者去球場看兒子比賽，他會隨時隨地抱着用皮革和金屬裝飾的超級馬黛茶壺，在精緻優雅的英式的咖啡廳裡，非常自然地掏出自己的大茶壺，開始蓄水喝馬黛茶。而麥卡里斯特爆料啊，有一次英國海關甚至查驗了他行李箱裡裝的滿滿當當的10幾公斤阿根廷草藥。母親用非常塑料的英語，非常勉強地向海關解釋，這不是大麻，這是我兒子的能量水，他要在英超進球全靠這個。所以希爾維娜剛去英國的時候基本不會說英語，但這完全擋不住他社交達人的本色。麥卡里斯特就說啊，經常回家就看到媽媽和利物浦當地的英國鄰居老太太在花園裡聊天。搞笑的是，鄰居老太太說的英語墨西塞德郡的口音很重，而他媽媽說的是阿根廷口音的西班牙語，2個人完全是雞同鴨講。但就靠着希爾維娜極其誇張的手勢、熱情的擁抱，還時不時給鄰居們塞點阿根廷烤肉，2個人竟然成了非常要好的閨蜜。麥卡里斯特至今都覺得這是個未解之謎。而咱們麥卡里斯特在英超已經拿到了高薪水，買了豪車，但只要母親坐在副駕駛上，他瞬間就會非常緊張，唯唯諾諾。因為在英國開車嘛，是右舵左行，而母親呢，對英國那狹窄又很彎曲的鄉間小路極其抓狂。麥卡里斯特有一次接受採訪，笑着抱怨說，媽媽坐在副駕駛上比主教練克洛普還要嚴厲，他會一路上瘋狂的碎碎念，減速減速，看左邊看左邊，阿萊你是不是開得太快了？你在場上的空間感那麼好，為什麼開個環島都能轉錯3次？正是這種老媽特有的血脈壓制，
咱們身價數千萬的主力中場在利物浦街頭開車的時候，常常緊張的滿頭大汗。而當麥卡里斯特從布萊頓轉會豪門利物浦的時候，他的父親卡洛斯作為首席經紀人，展現出教科書級別的商務手腕。當時曼城、利物浦、切爾西和曼聯都在瘋搶，而卡洛斯在豪門博弈中給兒子做出了最精明的規劃。這其中最高明的呀，在世界杯前的2022年10月就已經完成了。當時麥卡里斯特和布萊頓續約，卡洛斯堅持在合同中加入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轉會協助條款。世界杯後，麥卡里斯特身價暴漲，如果按市場價評估，至少值7000萬到8000萬英鎊。但因為卡洛斯提前設計了一個條款，豪門只要觸發，就能以遠低於市場價的3500萬英鎊超低價格帶走麥卡里斯特。這就讓兒子在談判中掌握了絕對主動權。省下來的轉會費可以變成兒子更豐厚的簽字費和薪水。當時呢，瓜迪奧拉的曼城表現出極大的誠意，在京多安離隊以後，曼城也需要一位頂級中場，所以開出了非常有競爭力的薪水，而且當時還是歐冠冠軍的班底。但卡洛斯和兒子進行了冷靜的分析，曼城队中場人才济济，有德布勞內、罗德里、贝爾納多、席尔瓦等等，如果過去很有可能會面臨激烈的輪換，甚至許多重要比賽只能坐板凳。而父親卡洛斯堅持一個原則，對24歲的兒子來說，現階段絕對的核心地位和穩定的出場時間遠遠比賺大錢更重要。於是利物浦方面，當時的主教練克洛普和體育總監直接找到了他們。克洛普在談判中展現出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他沒有畫大餅，而是直接拿出了詳盡的戰術 PPT， 明確告訴卡洛斯，下賽季我們利物浦要重組中場，亞里克西斯就是我未來中場的唯一的核心和戰術的基石，所有戰術都會圍繞他的出球能力展開。哎，這就對嘍！這句承諾完美契合了父親對兒子職業生涯的規劃。要知道，往往在這種時候，許多金牌的經紀人喜歡把球員當作商品，讓豪門們繼續互相的競價拉扯，從而賺取更高的佣金。可前職業球員卡洛斯知道，夏天的集訓對新援融入球隊至關重要。卡洛斯沒有進行任何拉鋸戰，當他確認利物浦就是最適合兒子的下一站的時候，他極其迅速地和利物浦達成了全面協議。2023年6月初就完成了所有的體檢和簽約，這讓兒子可以完整地參加利物浦所有的季前賽，也就奠定了麥卡里斯特在紅軍的第一個賽季就無縫地融入並且大放異彩的基礎。另外，在此前，在麥卡里斯特23年1月拿到了卡塔爾世界杯冠軍以後，他一回到當時效力的英超布萊頓俱樂部，立刻被俱樂部準備的英雄凱旋般的歡迎儀式給震撼到了，給感動到了。當時麥卡里斯特脖子上掛着金牌，剛剛推開基地的大門，眼前的景象就讓他徹底驚呆了。俱樂部的接待大廳被精心的布置過，牆壁上、扶梯上到處掛滿了巨幅的阿根廷國旗，屏幕上還滾動播放着他在世界杯赛場上的高光集锦。布萊頓全隊上下給了他最高規格的尊重，全體的教練組、一線隊的隊友、青訓的小球員，還有廚師、保潔阿姨，甚至俱樂部的行政安保人員，數百個人排起了長長的兩列縱隊。當他走進來的一瞬間，全場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和掌聲，大家都輪流走上去和他深情的擁抱，祝賀他成為布萊頓隊史上第一位世界杯冠軍得主。而在大廳中央的桌子上，赫然擺放着一座1:1還原的大力神杯複製品。於是麥卡里斯特在隊友們的起哄聲中走上前，像在卡塔爾一樣，雙手將大力神杯高高舉過頭頂。就在他舉起獎杯的剎那間，俱樂部提前布置在天花板上的高壓禮炮同時轟鳴，無數象徵阿根廷國家隊的藍白雙色的紙屑如瀑布一樣漫天飛舞，將他整個人都淹沒在藍白色的海洋中。現場氣氛達到了最高潮，場面極其宏大而且震撼。這個歡迎儀式在國際足壇當時引發了巨大的轟動，一致的好評，因為它超越了政治和歷史。眾所周知，英國和阿根廷在歷史上因為馬島戰爭的問題有極深的芥蒂。可作為一家地道的英國本土俱樂部，布萊頓毫無保留地用阿根廷國旗和阿根廷的顏色去熱烈慶祝一個阿根廷球員的勝利，這才真正叫足球無關政治，唯有尊重和熱愛。後來的麥卡里斯特多次提到過，那一幕讓他終生難忘。布萊頓給了他家一般的溫暖和包容，這也讓他回到英超以後立刻無縫銜接，繼續拿出了頂級的賽場表現。而後來當麥卡里斯特又加盟了紅軍利物浦之後，
那是克洛普執教的最後一個賽季。麥卡里斯特因為戰術執行力極強，性格也乖巧，深受渣叔的溺愛，這很快引發了其他利物浦隊友的嫉妒和瘋狂的調侃。麥卡里斯特自己就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無奈地爆料，隊裡面幾乎所有人都在取笑我，他們現在天天在更衣室裡說克洛普是我的老爸。是的，隊友們只要看到克洛普摟着麥卡里斯特說話，立刻就會在旁邊起哄說，看啊，老爸又在給他的寶貝兒子開小灶啦。哈哈，對了，當麥卡里斯特剛剛到利物浦那時候在德國，他完成了自己代表利物浦友誼賽的首秀。比賽結束後，在球員通道，對方一名年輕球員非常興奮地跑過來，想要和這位新科的世界杯冠軍交換球衣。可麥卡里斯特當時很委屈地拒絕了對方，他解釋說，真的很抱歉，我今天不能把球衣給你，因為俱樂部今天就只給了我這一件，這是我在利物浦的第一站，我想把它留作紀念。但隨後看着對方極其失落的眼神，性格非常好的麥卡里斯特也覺得過意不去。為了展現風度，他當場把自己的比賽短褲脫了下來送給對方。結果就是身價幾千萬的中場核心，最後就穿着一條內褲一路小跑回更衣室，把路過的隊友們都逗得前仰後合。而在阿根廷國家隊，從4年前的卡塔爾世界杯開始，麥卡里斯特、恩佐和德保羅，這就是國家隊的功勳中場三人組，在場上都是拼盡全力的戰友。可在更衣室這3個人是毫無包袱，相愛相殺，堪稱搞笑男團。首先，在國家隊喝馬黛茶就是一項非常神聖的儀式，而德保羅自封了一個更衣室的馬黛茶總監。麥卡里斯特嘛，恩佐嘛，年紀較小嘛，後輩嘛，經常在備戰期間就負責泡茶。可德保羅對泡茶的技術又極其挑剔。麥卡里斯特曾經在採訪中吐槽，只要他和恩佐泡的茶溫度稍微低了一點，或者草藥堆的角度沒有傾斜成完美的45度斜坡，德保羅就會在更衣室裡大發雷霆。他就會像訓斥犯錯的青訓球員一樣，指着馬黛茶杯對着他們倆大喊，你們兩個好歹也是身價幾千萬的英超球星，為什麼連一杯及格的馬黛茶都泡不好？哼，這茶淡的就像英國人的紅茶，重泡。這時候麥卡里斯和恩佐只能乖乖的倒掉，重新來倒水。還有，雖然梅西在更衣室已經下達了死命令，不准再叫這個小伙子紅毛了，但是作為年齡相同的死黨，恩佐總能找到些漏洞，繼續調侃他。恩佐發現麥卡里斯特不僅頭髮帶點紅，連身上的汗毛在強光下也泛着紅光，所以每次在英超賽場，只要是利物浦對陣切爾西，賽前在球員通道裡，恩佐一看到麥卡里斯特，就會故意走過去上下打量一下，然後用極其誇張的語氣說，看看這是誰呀？安菲爾德的紅髮愛爾蘭西紅柿。這時候麥卡里斯特也毫不示弱，經常在賽後嘲笑恩佐那經常更換花裡胡哨的飄染的髮型。而3個人之間，由於德保羅在場上是極度的護主嘛，全世界球迷都戲稱他是梅西的貼身保鏢，所以在更衣室，麥卡里斯特和恩佐經常用這個梗瘋狂地開他的玩笑。麥卡里斯特就曾經爆料每次在更衣室，只要梅西起個頭說今天有點熱嘛，德保羅總會第一個跳出來，立刻去調空調。每次看到這一幕，恩佐和麥卡里斯特就在更衣室的角落裡發出像槓鈴一樣的嘲笑聲，甚至故意模仿德保羅對着梅西噓寒問暖的樣子。這時候德保羅總是被他們笑急了，然後反擊，你們兩個懂什麼？我這是在保護阿根廷的資產，懂不懂？如果你們倆在場上再多跑2步，我也用不着一個人幹那麼多活。哈哈，阿根廷國家隊有一個很著名的 WhatsApp 內部群聊，麥卡里斯特透露過，在奪得了世界杯冠軍以後的幾個月，這個群聊幾乎變成了他們3個人的黑料互發中心。恩佐經常在群裡發一些麥卡里斯特在英超比賽中踢空了或者滑倒了搞笑的动圖，而麥卡里斯特則會毫不示弱的反擊，甩出德保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那些極為自戀的自拍還有臭美的視頻。3個人的狂轟濫炸經常逼得隊長梅西不得不出來發一個大拇指或者安靜的表情包，這樣群裡才會暫時消停幾個小時。這一次比賽麥卡里斯特表現極好，作為阿根廷中場絕對的節拍器和發動機，他創造了一些恐怖的記錄。他職業生涯參加的13場世界杯比賽，取得了11勝2平0負的恐怖戰績，堪稱阿根廷隊無敵福將。而這一次比賽，他的總跑動距離達到了75.5公里，高居所有球員的第1位。
正是他和恩佐、德保羅組成的中場鐵三角，幾乎每場比賽瘋狂地覆蓋整個全場，這才為39歲的梅西分擔了大量的防守壓力。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25年8月麥卡里斯特一封讓人感動的公開信。我一定要給媽媽一個大大的擁抱。如果沒有她，眼前的一切都無從談起。我不會成為英超冠軍，更不可能拿下世界杯冠軍。或許你們根本不會聽說我的名字。20年12月，我和媽媽視頻通話，哭得撕心裂肺。我住在布萊頓的公寓，她遠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老家。那時候我徹底崩潰了。我對她說：“媽媽，我撐不下去了，我要回家，我想離開這裡。”那段時間我在布萊頓幾乎得不到出場的機會，這事兒說出去都丟人。我身披着英超球隊的10號的戰衣，這可是無數阿根廷少年夢寐以求的號碼呀。可我在隊裡面毫無存在感，沒有人認得我，我甚至覺得自己被厄運纏身了。20年初，我從博卡青年轉回到英格蘭，剛剛替補登場一場比賽，全世界的節奏就一下子停擺了。新冠的疫情來了，一切按下了暫停鍵，沒有球賽，身邊也沒有認識的朋友。最煎熬的是，我一個人待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我甚至只能線上上網課，從零開始學習基礎的英語。現在回想起來，全是壓抑，全是心酸。我們球員總說，小時候早早踏入職業足壇，被迫提前長大，可心裡的深處，我們依舊是沒有長大的孩子。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和媽媽視頻，我連烤箱該怎麼開，洗衣液該放哪兒都要問她。我孤身一個人，又踢不上球，那種抑鬱的情緒撲面而來。很多人難以想象，那一年聖誕前夜，球場空無觀眾的時候，我早就收拾好全部的行李，打包得整整齊齊。當時有2份邀約擺在我的面前，一份來自俄羅斯，一份來自西班牙。我已經做出了決定，打算就此離開球隊。那天我對着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媽媽痛哭流涕，我告訴她，我不幹了，我實在熬不住了。但母親永遠懂得該怎麼開導自己的孩子，不是嗎？無論長到多大，在媽媽面前，我們永遠是小孩子。她和我聊起了小時候，我和2個哥哥天天在後院踢球的日子。夏天的草坪總是平整，總是翠綠。等到夏天要玩的時候，地面又總會被我們的一次次滑鏟刨得坑坑洼洼，全都是黃泥的土坑。我們3個人當時輪番的1對1對抗，簡直就是貼身的肉搏。大哥的腳趾劃開了傷口，二哥的臉頰破了皮，還有一個人額頭上淌着血。喂，不要跑去找媽媽告狀，阿來，這不過是流點血而已。而當時我們3個誰的射門如果嚴重的離譜，我們都會齊聲的大喊科斯塔庫塔，哈哈，這是博卡青年球迷專屬的小梗。因為23年12月在日本的豐田杯上，南美冠軍博卡青年對陣歐洲冠軍 AC 米蘭，120分鐘戰成1-1，比賽進入了殘酷的點球大戰。當時 AC 米蘭的傳奇後衛科斯塔庫塔一腳將球踢向了非常離譜的方向，甚至直接踢空吃到了草皮。最終 AC 米蘭落敗，博卡青年拿到了豐田杯冠軍。所以由於這場勝利是博卡青年隊史上的高光時刻之一，因此博卡的死忠球迷就借用了這個事件，創造出了這個專屬的嘲諷梗。只要有人在野球場或者看比賽看到一腳非常離譜的高射炮或者偏的離譜的射門，博卡的球迷總會喊科斯塔庫塔。哈哈，小時候老師們每次問我長大了想做什麼工作呀，我都覺得他們不可理喻。什麼工作？你在說什麼？球員，我要當足球運動員，我只有這一個答案。許多人以為是因為我的父親是博卡的傳奇球星，我才走上了這條路。但說實話，就算我父親當年只是水管工，我照樣會痴迷足球的。我還記得父親第一次帶我和哥哥們去糖果河球場看球的情景。最後的2個街區，我們硬生生走了1個小時，沿途所有人都攔下他，求着合影，求着要簽名，拉着他閒聊。那一刻，我心底燃起了對足球全部的熱情。我第一次真正明白身為球员的父親意味着什麼，這開啟了我追逐足球的整段旅程。但小時候的我性子莽撞而且衝動，場上球員只要有失誤，換做別人或許只是在心裡吐槽，我都會直接破口大罵。那年我大概6歲，只是模仿看台上學來的各種髒話，快點傳球啊，蠢貨，混蛋，把球傳過去呀！哈哈，
現在想想又好笑又慚愧，只能說我當年太狂熱了。有時候父親終於忍無可忍，對着我說：“阿來，別再罵人了，你以後也想站上這片球場，對不對？”我回答：“當然想。”他說：“坐在看台上看球，一切看着都很簡單，你根本體會不到球員在場上承受的壓力。我再也不想聽見你辱罵場上任何一名球員。”而對父親的話，我向來言聽計從。我垂頭喪氣地道了歉。不過直到現在，我只要獨自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我仍然會像小時候那樣的吐槽，哈哈哈。而父親當時和我定下了一個約定，他說：“我不會要求你面面俱到，我只希望你做到一件事，無論你選擇做什麼，永遠滿懷熱情。”是的，他當年和我的2個哥哥也有同樣的約定。小時候，我們3兄弟都效力阿根廷青年人俱樂部，每天要開一輛 1.6 升排量的黑色福特小車，單程90分鐘奔赴訓練場。夏天天很熱，但打開空調根本就不知冷。我們給這輛車起了個外號，叫小蟑螂庫卡。要是有人以為我們當年開的是奧迪好車，那是完全不了解我父親。我们家條件不差，但是我們的爸爸從來不鋪張浪費。這輛老車從大哥弗朗西斯傳到凱文，最後傳到我手上。我們開着它跑了數不清的路。我本來想一路上聽聽雷鬼舞曲，可有一年夏天，2個哥哥瘋狂迷上了民謠。我雖然也喜歡，但天天都這樣循環，實在遭不住呀。時至今日，只要聽見了那種旋律，我腦海裡就會馬上浮現當年奔赴訓練場的畫面。那是專屬於我的足球歌。3個麥卡里斯特就這樣擠在老舊的福特車裡面，高速路上回盪着拉莫納的歌聲。天哪，那段日子仍然歷歷在目。哥哥們，換我聽一會兒歌，就一次行不行啊？閉嘴小不點兒，你要尊重哥哥們。後來當我一個人坐在布萊頓的替補席上，我無數次懷念那一段時光。人總向往得不到的過去，對吧？我一個心思只想回國，還好媽媽點醒了我。阿來，別忘了你曾經有多麼的渴望站在頂級的賽場。還記得那輛老庫卡車嗎？你必須勇敢，不能現在半途而廢。是的，試想想，如果當年我真的去了西班牙或者俄羅斯，如今我只會成為英國酒吧問答遊戲裡沒有人想得起來的答案。請問下一題，哪一位擁有愛爾蘭姓氏的阿根廷球員只為布萊頓出戰了15場比賽呀？想不起來了。姓麥什麼來着？他後來去哪兒了？哈哈，但是我的人生不會是這樣的結局，這多虧了媽媽拉了我一把。聖誕過後，布萊頓隊裡面傷病滿營，教練沒有選擇，只能派我登場。我猜有許多球迷在看比賽日集錦的時候曾經一頭霧水。這個麥卡里斯特是誰呀？蘇格蘭人嗎？阿根廷來的。怎麼長着紅色的絡腮鬍啊？對陣埃弗頓的比賽，我獨中2元。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徹底開竅了。這讓我想起父親年輕時候的往事。他早年效力博卡青年的時候，也曾經很艱難，狀態持續的低迷，想盡了辦法調整，都無濟於事。最後，他死馬當活馬醫，換上了最長的足球鞋釘。從那以後，他在場上拼勁兒十足。用阿根廷人的話說，就如同將尖刀雕在了牙齒上。我父親變成了在場上很強硬的防守的悍將，對手想要過他，必須拼盡全力。直到今天，他也說不清一雙球鞋為何能徹底的改變心態。每個球員都會迎來頓悟的那一瞬間，而我的轉折點就在古迪遜公園球場的那一場比賽。從那天以後，我脫胎換骨。在距離世界杯開幕只剩11個月的時候，父親對我說：“阿來，如果你能穩定在英超首發，你一定能入選阿根廷國家隊。”我當時只覺得他異想天開。爸爸，你太樂觀了。阿根廷國家隊的球員們都默契十足，剛剛拿下美洲杯，我根本沒有機會。阿來，你要相信我。我的父親痴迷於數據和戰術分析，他總會把各類的統計截圖發給我。你看看這名球員，俱樂部出場率只有 51%， 而你現在 73% 的比賽都能上場。好吧，爸爸，我就暫且相信你一回吧。於是，在世界杯的前幾個月，德澤爾比接任布萊頓的主教練，這徹底改寫了我的職業生涯。他非常着重打磨我在場上的觀察能力，也就是實時的要研判局勢的意識。每隔1-2秒就要在腦海裡描繪一遍場上的局勢，就像下棋復盤一樣。他拿厄德高作為範本，厄德高是全世界的賽場上觀察能力最頂尖的球員之一。他的視線
永遠在不停地掃視全場。德澤爾比教會了我這項能力，大幅提升了我的比賽的水平。於是穩定的出場機會，教練全部的信任，這讓世界杯的夢想不再遙不可及。我永遠記得客場對陣狼隊的時候，我在酒店接到了夢寐以求的徵召電話。父親說對了，我入選了阿根廷大名單，要去卡塔爾世界杯了。我立刻和父母視頻，我們隔着屏幕相擁落淚。2年前我在布萊頓連替補席都坐不熱，轉眼我卻要代表阿根廷征戰世界杯，去書寫歷史。首場小組賽我們確實創造了歷史，那卻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歷史。我們其實不想輕視沙特阿拉伯，但賽前研究他們錄像的時候，全隊都覺得他們的防線壓得過於靠前了。大家議論紛紛，只要沙特隊90分鐘稍有鬆懈，我們能轟進去15個球。可偏偏那一場，沙特隊全場的發揮完美無缺，我們有2-3個進球，卻都因為毫厘之間的越位被視頻助理裁判吹掉了。整場比賽壞運氣如影隨形。下半場球隊落後，我們幾個替補在場邊熱身，我滿心期待着上場。忽然看見主教練朝我揮手了，我心頭一震，終於輪到我了，我要踏上世界杯賽場了。我立刻跑步朝教練席跑過去，結果他連連擺手，指着我身後，是他，是那個球員。什麼？不是你，另外那個人。這簡直是當場社死的現場。更尷尬的是，我的家人就坐在替補席的正後方。我回頭看見父親正無奈地搖頭，一臉我的天，阿萊，你在搞什麼呀？那種表情。這件事直到現在他總拿來打趣我。沙特全隊拼滿了90分鐘，他們爆冷震驚了全世界。接下來煎熬輪到了我們，媒體鋪天蓋地地批評我們，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鋪天蓋地的壓力。好在梅西站出來安撫了國內球迷，告訴大家一定要繼續相信球隊，我們絕不會讓整個國家失望。簡簡單單幾句話，可從梅西口中說出來，所有人都願意深信不疑。身為阿根廷人，我們天生懂得承受磨難，這刻在我們的骨子裡。足球設置了90分鐘的時間，自有它的道理。就算前面80分鐘完美的發揮，但倘若最後10分鐘扛不住壓力，熬不過逆境，永遠成不了冠軍。我想這就是我們國家取勝的秘訣。或許我們甚至有點享受這種跌宕起伏的瘋狂，不是嗎？還記得1/4決賽對陣荷蘭，場面徹底失控，兩邊的球員起了衝突。這種時刻，阿根廷人反而無比從容，無比自在。我們習慣了這樣的對抗。當時荷蘭替補席全部人衝入了場內，貝爾溫衝過來拽住了我，神情暴怒，一副要動手的模樣。我看着他忍不住笑了。我心裡在想，這點衝突有什麼好生氣的？就像小時候和哥哥在後院裡打鬧，至於這麼激動嗎？到了現在范戴克、加克波還總拿這件事調侃我，吐槽道：你們阿根廷人真是難纏，總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我只能一笑置之，這能怪誰呢？是他們賽前大放厥詞，挑起了矛盾。對阿根廷人來說，這種場面反倒像熱鬧的派對。這場衝突也讓我們全隊卸下了心裡的包袱，剩下的賽程無所畏懼。說來奇怪，從小到大我賽前總會緊張，8歲踢球的時候都會緊張到胃裡面翻江倒海，但整屆世界杯我從來沒有過一絲惬意。哪怕決賽對陣法國，決賽前的一晚我踏踏實實睡了10多個小時，決賽大部分的畫面在我腦海裡已經模糊了，但有一幕永遠清晰。我送出了傳球，迪瑪利亞破門，比分改寫為2-0。迪瑪利亞綽號麵條，他這一生承受了無數的非議，外界從來沒有給予他應有的認可。進球後我衝過去和他慶祝，他淚流不止，哭得撕心裂肺。那一幕極具衝擊力。試想想在世界杯決賽取得進球，他流下的淚水不只是喜悅，更是多年的委屈終於釋懷了。我不知道他腦海裡翻湧着多少心酸的過往。許多國家都熱愛足球，但足球對阿根廷而言是精神的寄託。有時候這份熱愛太過沉重，迪瑪利亞落淚的臉龐是整個國家的縮影，喜悅之中也裹挾着無盡的心酸。加時賽，埃米利亞諾·馬丁內斯拯救了所有人，拯救了一整個國家。比賽第122分40秒，我已經被替換下場，比分3-3，替補席一片死寂，所有人靜靜等待中場的哨響。
整座球場都安靜得詭異。下一秒，全世界仿佛靜止了，球場裡的空氣都被抽空了。整整3秒鐘，全場沒有人敢呼吸。我只記得一名法國球員單刀直接面對大馬丁內斯，身邊沒有任何的防守球員。那一刻，我全心都是無力的感覺。我心裡默念：完了，我們輸掉世界杯了。而在阿根廷足壇，有一句形容門將的玩笑話說：想當門將，你要麼是瘋子，要麼是傻子。萬幸的是，我們擁有最瘋狂的門將大馬丁內斯。我總說他擁有像小孩一樣純粹的踢球心態，行事天馬行空，完全就活在當下。他只會做出小孩子才能想象的撲救動作，那一場神級的撲救只能用小時候的經歷來形容。小時候跳在床上，假裝自己是布冯，是卡西利亞斯，是帕托阿邦丹謝里。我和哥哥們都有過那种經歷。只要媽媽出門買菜，我們就會偷偷溜進她的臥室。家裡最大的床就是我們臨時的球場，一個人拋球，另一個人在床上飛撲，模仿着帕托阿邦丹謝里完成各種極限的撲救，四肢舒展腾空，像海星一樣張開身體，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救險。帕托神啦！天哪，他怎麼撲出来的？而那一晚的大馬丁內斯複刻了我們兒時在床上的幻想。他猛地伸出左腿，像瘋玩的孩子一樣接住了4500萬阿根廷人的祈願。我轉頭看向了替補席的隊友，所有的人呆若木雞，沒有人說話，連眨眼睛都忘了，仿佛只有我一個人反應了過來。我大喊道：這家伙居然把球撲出去了！所有人驚恐地看向我，完全沉浸在震驚之中。點球大戰之後的事兒我幾乎記不清了，整個人精神恍惚。貢薩洛·蒙鐵爾罰入了制勝的點球，我們奪冠的那一刻，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慶祝。所有人湧向大馬丁內斯和梅西擁抱在一起，只有我呆立原地，大腦一片空白。我手足無措，我望向了坐在替補席後方的家人們，只是默默朝他們揮手，就像第一次踢完比賽的小孩一樣，傻乎乎的揮手。媽媽，爸爸，我今天踢得還可以嗎？他們含着淚朝我揮手回應。我轉過身，不小心撞上了一名裁判，慌亂之下只能像普通的聯賽賽後一樣打打招呼。你好，比賽精彩，裁判的判罰很棒，辛苦了先生。我腦海裡只是反覆的回盪一句話：這不可能！2年前還沒有人知道我，而如今卻站上了世界杯冠軍領獎台，這一切太不真實了。終於父母也獲准入場，和我相擁在一起慶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見父親落淚。隨後我們搭乘航班回國，降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500萬人擠滿了街道迎接冠軍，這是我人生最珍貴的回憶。直到親眼看見了人山人海，我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創造了怎樣的奇蹟。無數的民眾追着冠軍大巴跑了數公里，白髮的老人熱淚盈眶，一遍遍地重複：謝謝你們，我們等了36年。足球啊，早已超越了運動本身。我向來不願涉足政治，但我清楚，那個時候國內的經濟形勢低迷，老百姓舉步維艱。無數的阿根廷人說，奪冠那整整1個月，整個國家暫時放下了生活的重擔，和我們一起為每一次進攻揪心，暫時忘卻了所有的苦難。或許正因為如此，整屆世界杯我從來沒有感到緊張。我不知道原因，我只是永遠忘不了在烈日下大家追着大巴車奔跑的畫面。等到我老去之後，我會和孫子講這段往事的。你們還記得當年那些民眾嗎？那麼大的烈日之下舉國同慶的那一天。記得，爺爺。那一天人群太過擁擠，最後我們只能搭乘直升機離開。500萬人仰望空中的世界杯冠軍，場面瘋狂而且震撼。短短幾天後，我回到了布萊頓。1月的英格蘭寒風刺骨，陰雨連綿，巨大的落差恍如一場幻夢。訓練結束後，拉拉納和我談心，他說，前幾場世界杯我看球，梅西總把球交給你，到了半決賽、決賽，他會主動尋找你的跑位，你們之間有一種獨特的默契。我不知道這番評價是否屬實，但能和梅西相提並論，這已是我莫大的榮幸。拉拉納見證了我在布萊頓所有的低谷，他的認可對我來說意義非凡。而當時我完全預料不到，我的人生即將迎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賽季末，尤爾根·克洛普專程來見我，
場面就像諜戰的電影一樣，他專程飛過來。我們在布萊頓中間一個隱秘的地點私下會面，我十分意外。世界杯冠軍尚且還算不上是一線球星，克洛普卻願意為我親自奔波。我們喝着咖啡交談，他坦言十分希望我加盟利物浦，說我的球風讓他想起京多安。當年正是他在多特蒙德將京多安打磨成了世界頂級全能的中場。說來也奇妙，小時候父親總在看台衝我大喊：“阿萊，前插，衝到禁區！”而每次球隊衝過中線，喊聲不絕於耳：“阿萊，衝進禁區，向前插上！”所以父親當年在我身上看到的特質和克洛普看到的一模一樣。阿萊，不要猶豫，全場往返的跑，進攻防守要一把抓。於是和克洛普交談的那一刻，我篤定利物浦就是我的歸宿。打動我的不只是他的話語，還有他身上傳遞出的人格魅力。那次談話十分愉快，也開啟了我和利物浦一段絕妙的緣分。但是磨合需要時間，球隊當年的中場大換血，曾經橫掃歐洲的傳奇中場班底已經全部的離開。我、索博斯洛伊、格拉芬貝赫、遠藤航4名新人加盟，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磨合出默契。原來的中場球風硬朗直接，而我們這幾名新的中場球員風格截然不同，更擅長於控球和傳導。可是前場薩拉赫、路易斯·迪亞斯、加克波又需要快速的直塞球，所以我們為了適應這套節奏花了不少時間。我記得客場對陣盧頓，最終1-1戰平之後，回到更衣室，所有人都清楚我們的發揮一塌糊塗。克洛普走進了更衣室，一番直言不諱的話點醒了所有人。他說：“我過去那些中場絕不會錯失拿下這場比賽的血性。”我低頭沉默着，心裡很清楚，他說的沒錯。那次更衣室的談話是我們全隊的轉折點。之後我們踢得更有侵略性，傳球更簡潔，推進更快，更具有鬥志，全隊的凝聚力逐漸深厚。可是克洛普宣布離開的消息傳來，所有人卻猝不及防。俱樂部的工作人員發來消息，通知所有人提前開會。這種情況前所未有，我預感到大事不妙。走進更衣室，我坐在薩拉赫身邊，我問：“出了什麼事？”他回答說：“主教練要走了。”我當即反駁道：“別開玩笑了，這不可能！”我只當作是惡作劇。克洛普對足球愛得痴狂，我甚至一度擔心他是身體有問題才做出這個決定，心裡面十分擔憂。後來他向我們解釋，他只是身心俱疲，需要停下來休息。如今我完全理解他的選擇，頂級聯賽的壓力普通人難以承受。我非常認同瓜迪奧拉對英超的評價。瓜迪奧拉說：“在我看來，英超冠軍是全世界最難爭奪的獎杯，難度遠超歐冠。整整9個賽季的賽程、精神、身體、情緒上3重的消耗，堪稱煎熬。拿薩拉赫舉例，你們無法想象他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常年維持在頂級的競技狀態。”是的，薩拉赫是個有趣的人。有幾個禮拜，我嘗試比他更早去健身房訓練，可從來就做不到。他永遠都是更早就在健身房揮汗如雨。有一天我問他：“薩拉赫，你什麼時候睡覺啊？”他說：“一旦睡超過7個小時，我反而會更疲憊，6個半小時剛剛好。”我哭笑不得，你睡6個小時都覺得累？而他在健身房一練就是1個小時。隊友們喊他：“薩拉赫，練完了嗎？去吃飯了吧？”他擺擺手說：“還沒有呢，腹肌剛剛練完，還要加強核心力量。”我剛加盟利物浦的時候，還想和他比拼體能。我心想，他31歲了，我才24歲，比拼腹肌訓練肯定我佔優勢啊。可事實狠狠打了我的臉，跟着他練了3次，我就徹底的放棄了。第二天起床渾身酸疼，在床上都坐不起來。薩拉赫是利物浦全隊的標杆，是我見過最職業的球員，自律到極致。而我同樣由衷的感謝主教練斯洛特，他完美的接下了克洛普的執教過渡期。我和克洛普的關係非常近，隊友們總打趣說：“克洛普就是你第2個老爸，快去抱一抱你的爸爸。”而我習慣在訓練場和主教練溝通，領會他的戰術要求。當年和德澤爾比也是如此，現在和斯洛特也是如此。我好像擁有好幾位球場上的父親。斯洛特上任，球隊的戰術迎來了巨大調整，不再主打大開大合的攻勢，轉而側重於控球和傳導。這套體系最終也成效斐然。而更重要的是，球場之外，他給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撐。具體的細節不便多說。上賽季我經歷了一段很難熬的私人的困難。
我只向一個人傾訴心事，消息傳到了斯洛特耳中。某天，他叫我去辦公室談話。足壇裡這樣的私下談心的結果，往往難以預料。但斯洛特無比的溫柔和包容，耐心地聽我吐露所有的煩惱。那次談話過後，我心裡卸下了千斤重擔。隊友們也始終陪伴我，陪我熬過了低谷，讓我保持笑容。尤其是球隊裡南美小團體，路易斯·迪亞斯、阿里松、努涅斯，還有塔法雷爾，這位傳奇門將都快60歲了，卻是全隊最風趣的人。我們這群南美球員時常聚會，烤阿根廷烤肉，喝馬黛茶。巴西人管馬黛茶叫西馬朗，所以矛盾也往往從喝茶的時候就有了。塔法雷爾總是挑剔大家泡馬黛茶的手法，說水溫太高了，水溫太涼了。在他眼裡，只有巴西人泡的馬黛茶才算正宗。你們阿根廷人連一道地道的烤肉都烤不明白。這時候阿里松永遠是和事佬，我們總是調侃阿里松完美無瑕，他的髮型無可挑剔，家庭美滿，守門的技術也頂尖，實在讓人羨慕。我和他開玩笑說，當初在布萊頓，我完全不懂外界為什麼吹捧你，不覺得你有多厲害。現在我徹底服氣了，你確實是世界頂級門將啊！當然，大馬丁內斯和庫爾圖瓦也同樣出色。而路易斯·迪亞斯和努涅斯性格截然相反，一靜一動。路易斯·迪亞斯內斂溫柔，所有的事兒都一笑而過。努涅斯呢，性格熱烈外放，情緒總寫在臉上。多少次我們勸他收斂收斂火爆的脾氣，對吧，努涅斯？可是他呀，心地善良，他的人生也歷經坎坷，唯一的短板是完全不会做飯。有一次他邀請我們去他家烤肉，進門一看，居然請了個私人廚師來掌管烤架，換作在阿根廷，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他總覺得我不可思議，每次來我家都是我滿身炭灰，大汗淋漓守着烤架。嘿，兄弟，你都踢英超了，何必自己動手啊？他不懂，烤肉必須要親自操作，這才夠味兒。每個阿根廷人都堅信，只有自己烤的肉才最正宗。當然，巴西人也這麼想，但他們確實這方面不如我們。差點忘了，我們南美小團體還接納了索博斯洛伊，他一句西班牙語都不會說，卻總湊過來喝光我們的馬黛茶，是我們收養的匈牙利兄弟。就是這群人從並肩作戰的隊友變成了交心的摯友，而團隊裡有一個人會永遠留在我們心底，佔據獨一無二的位置。提起這一段，我心緒萬千。這一段文字獻給若塔，我至今無法接受他早早離開了我們。我和他原本關係很融洽，去年更是越來越親近。他的為人樸實，很顧家，從來不偽裝自己。前一天還會給你一個熱情的擁抱，可轉天見面卻裝作沒有看見你，十分可愛。我們總是互相打趣兒，或是爭論梅西和 C 羅到底誰更強，或是圍坐在一起打牌，嬉笑打鬧。未來我想起他，我只會記住他笑容燦爛的模樣。我堅信他會在天上看着我們，笑着為球隊助威的。如果你不信，你不妨看看社區盾杯弗林鵬破門的那一刻，正好是比賽的第20分鐘。這是他留給我們的信號，所以我想向他的家人致以最誠摯的慰問。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失去若塔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他們的家人承受着最深重的悲痛。我想向他們致以全部的敬意和愛意。而說實話，一想到路易斯·迪亞斯、努涅斯還有塔法雷爾的離隊，我又忍不住會紅了眼眶。無數次的烤肉聚餐、舉杯的暢談、並肩相伴的回憶都湧上了心頭。這些永生難忘，我會無比的想念他們，祝願他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一帆風順。他們的天賦出眾，未來也必然大放異彩。萬幸還有阿里松留在隊裡面，他的人很好，但至今還沒有邀請我去他家烤肉。新賽季他必須要兌現承諾，所以我們這群人的羈絆讓我想起父親退役後和馬拉多納相伴的時光。兩個人退役後就一同參加阿根廷室內5人制的明星聯賽。那時候他們都已不再年輕，為了恢復狀態，在前隊友曼庫索家裡面有專業的室內球場，藍色的地板、防護和圍牆一應俱全。他們經常去那裡訓練，父親偶爾會帶上我。我至今記得馬拉多納施展各種花式的球技。訓練結束後，大家圍坐在一起烤肉，聊起足壇過去的往事，說笑着不停。小時候我只覺得一切都稀鬆平常，他不是萬眾敬仰的馬拉多納，只是我的迭戈叔叔。
我滿心只想踢球，而如果當年的我知道眼前的這個人有多麼的傳奇，我一定會過去多拍幾張合照的。所以這就是足球最動人的地方，一群真心熱愛這項運動的人，締結了如同兄弟一樣的情誼。也正因為這份羈絆，今年拿下英超冠軍的時候，我的情緒徹底失控了。世界杯的奪冠如夢似幻，一切發生得太快，時至今日我仍然覺得像一場不願意醒來的美夢。但這座英超冠軍的獎杯，這一支利物浦的球隊無比真實。對陣熱刺隊中場哨響，我跪倒在地，放聲大哭，我心口像被重物擊中了一樣。我想是因為我們隊內擁有純粹的兄弟情，這份情誼在職業足壇十分難得。今年夏天又經歷了失去隊友若塔的悲痛，又迎來自己即將為人父的喜訊，所有的經歷的疊加，讓這座冠軍的意義格外厚重。別人總說這不過是一場足球而已，從今往後我們再也說不出這句話。足球遠不止一項運動，俱樂部也不只是工作場所，這裡是我們的家人，承載所有的回憶和職業的印記，我們必須好好珍惜這份美好，不知道能存續多久。人生最好的活法是放慢腳步，珍惜當下擁有的一切。我格外感恩自己擁有的所有的一切。說到底，足球和人生是一樣的，永遠充滿未知。有時候狀態低迷，找不到原因；有時候手感火熱，也說不清原因。回看我的人生軌跡，2020年無人知曉，在布萊頓坐穿了板凳，對着媽媽視頻中痛哭，一心想放棄足球回國。可短短2年，我拿下了世界杯冠軍，還斬獲了美洲杯，如今又登頂了英超，甚至入圍了金球獎的候選。這就是足球，充滿了戲劇性。支撐我走完這條路的是從未放棄的信念。幾年後，我會把這個故事講給女兒聽的。爸爸曾經經歷無數的坎坷，但我全部一一克服了。永遠堅持向前，這是我想教給他最重要的道理。這也是刻在阿根廷人骨子裡的信條。我們向來不愛走平坦的路，我們渴望勝利，但在此之前，必須學會承受磨難。正是這份歷經了煎熬以後的收穫，才會顯得萬般美好。所以，朋友們，利物浦傳奇主教練香克利那句話，有些人認為足球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對這種態度感到非常失望。我可以向你保證，足球遠遠比生死更重要。好的，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讓我們共同期待明天的世界杯決賽。咱們明天再見。